建民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6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来关心美国共和党召开的他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因为这个代表大会呢，可以讲亮点很多。围绕着这个代表大会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执行的各种国策，同时可以预见到美国下一个总统任期，美国将会出现什么更大的变化，这是我们所关注的重大的政治话题。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蓬佩奥呢，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呢，都分别发表了演讲。第一夫人梅拉利亚的演讲激情洋溢，她没有一个字去批评奥巴马、批评拜登，她跟奥巴马的太太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声嘶力竭地攻击川普，形成了可以讲鲜明的对比。她谈到她感谢美国，她用1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她自己的移民过程，通过10年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美国公民。你想想看，一个美国总统，一个第一夫人都用了10年时间才成为了美国公民。但是呢，民主党呢要给那些非法移民呢，不经过这个移民过程，很快甚至在1年之内就要让这些人拿绿卡变成公民，他呢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可以讲梅拉利亚，我在曾经有一期节目里面介绍过川普总统3段婚姻里面有重点的介绍过他。她嫁给川普的时候，当时川普总统只是一个亿万富翁，没有想过他有一天要担任第一夫人。但是当有一天川普总统进行竞选，并且竞选成功，就成为了美国总统，他本人就变成了第一夫人以后，他一直是保持着一个低调、谦虚和落落大方。他跟前第一夫人米歇尔那种狂妄、得势后不可一世来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可以讲，奥巴马和川普这两个家庭，他们差别绝不是肤色和长相的差别，而是教养和理念的差别。川普的家庭才是美国传统的家庭。为什么说川普总统的家庭是美国传统的家庭呢？你就看在整个应对这次疫情，川普总统他的女儿伊万卡可以讲，她是在美国发生大规模瘟疫，影响到绝大多数美国家庭后，尤其是影响到美国很多穷人家庭后，他默默做了一件大事，是为他父亲做的。他是用川普总统这2年，尤其是从18年、19年2年跟中国打贸易战收到的高额关税里面一部分，因为川普只承诺过，我向中共收的这些高额关税会相当一部分去补贴美国农民的。那么怎么补贴呢？也就是伊万卡拿的这个要补贴美国农民的这个从中国收来的这个关税的钱，向美国的很多农场主呢去购买各种新鲜的农产品、蔬果、奶蛋，密封保鲜包装后，然后全部免费送到吃救济的美国穷人的家里面，尤其是供给那些学校，因为不上学，因为原本学校孩子们上学啊，他们都有一顿政府供应他们的免费的午餐的，现在不上学呢，中午这顿午餐没有，给美国很多穷人家庭就会带来一定经济上的困难啊，所以伊万卡就组织了相当的免费食品，把它送到了每个因为失去上学机会，然后呢他们失掉这顿午餐的机会呢，送到这些孩子手上。那么这样去做的话，也就是让孩子们不因为这次瘟疫影响他们上学以后，也失掉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一顿免费的午餐。那么伊万卡做这件事可以讲叫一举多得，因为农场主就卖掉了因为疫情影响使他们自己很难销售掉的各种农副实鲜产品，而采购啊、包装啊、运输啊，整个这一条龙服务呢，又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而新鲜食品送到穷人家呢，孩子们吃到了优质营养的健康的食品。这种补助呢，它不是现金，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坏品型的家长，他们拿到政府补贴的现金呢，他们拿这个现金去买毒品、买烟酒，而没有用在孩子们身上。所以伊万卡这个做法，作为伊万卡是总统的女儿，是美国宾大沃顿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可以讲她不是一般人的智商，她用这种方式去做，既帮川普总统从中国收到这大量的关税，把这个关税补贴到农民身上，让农民的农产品都卖掉，农民很高兴，创造了很多就业。而且把这些实鲜包装的这些优质的有营养的产品送到孩子们的餐桌上，毫无疑问来讲是给美国很多贫困家庭解决了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伊万卡作为总统的女儿，作为白宫的顾问，她是默默的为总统在做的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事情。因此这才是我讲的总统的家庭，也就是川普总统的家庭，才更体现一个美国的家庭。那么川普总统昨天在共和党大会上面，他也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这个讲话呢，主要是针对美国民主党的左派要3禁。所谓3禁呢，就是禁枪、禁石油开采、禁信奉上帝。
所以你看，为什么民主党在破坏美国的制度？他们连上帝都要取消，他们连上帝都不要敬奉。那么，民主党如果左派掌权以后，在这个三境之下，川普总统就指出，即使是华盛顿和林肯今天复活，搭档总统、副总统去选举，也无法当选啊！美利坚就会成为这些左风的天下。在波特兰的黑命贵安提法的打砸抢烧就会蔓延到整个美国。所以说，川普总统现在不仅仅是在选总统，而是在救美国。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波特兰的黑命贵安提法，其实就是在上个礼拜发生在波特兰一个警察局外，安提法运动的成员呢，他们架起一座断头台，然后把美国的国旗呢搭在这个断头台上面开始焚烧，围观的人呢都高喊着黑命贵这样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声中，美国去死的这个口号声中，我呢是感觉到呢非常非常的失望。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口号是绝对不能代表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心声的，也就是绝大多数非裔的美国人是不会希望美国去死的，我相信绝对不会的。但是对于这么猖狂的安提法的活动，焚烧美国国旗、架起断头台的这种活动，在刚刚结束的民主党的大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谴责过这种仇恨。现在可以讲，美国的国旗啊，好像就是共和党的党旗一样，只有共和党的机会和共和党热爱共和党的人们在不断的挥舞着美国的国旗，在保卫着美国的国旗，而美国民主党支持的这些安提法、这些黑命贵的这些成员，到处焚烧美国国旗，包括即使是那些知名的球星，就是 NBA 的球员，他们在运动场上，当美国国旗升起的时候，他们也是完全做出一副对美国国旗完全不尊重的行为。所以说，这就是美国信仰被破坏的结果。自从2007年以来，整个全球宗教信仰人数，美国下降的比例是全球之最。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社会现在会涌现出更多的吸毒啦、病态啦、暴力啦、粗俗啦、自杀啦、悲情厌世各种社会病。这都是奥巴马执政8年，让极端的自由左派的思潮风行，传统社会价值观面临垄断，新异教文化侵入。包括中共渗透的马列邪教理论，腐蚀了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而大量的非法移民的被引入，这些人只需要懒惰求福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就倒退得很快。昨天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他在发表一个电视讲话里面，他居然说共和党现在就是美国国内的敌人。We take an oath to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from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And sadly, the domestic enemies to our voting system and our honoring our Constitution are right at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with their allie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这不是在批评共和党，他直接是向民主党的那些支持者、那些黑命贵的那些成员发出一个动员令啊，去打、去砸、去抢、去烧啊，尽可能让美国乱，民主党才可以乱中取胜啊。所以说 Nancy Pelosi 这种把共和党视为敌人的说法，我完全是不敢相信。可以讲 Nancy 我是相当佩服他的，他对制裁中共、打击中共，他有坚定的反共立场。但是他把美国搞乱的这种想法，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里根总统曾经说过，当社会主义来到美国时候，它一定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政治游戏可以讲，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玩过。如今Nancy Pelosi所领导的民主党，可以讲模仿共产党是越来越像。我一贯赞赏呢，Nancy呢，他反共的立场和他对中国共产党这种坚定的反共的态度。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搞乱美国制度，搞乱美国现有的传统的历史价值观。所以说，对 Nancy 这种做法，我完全不能够接受。把共和党宣称是敌人，只有中共才会宣称。可以讲，民主党如果把共和党宣称为敌人的话，我觉得民主党是大错特错。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过是美国这个制度下产生的两党竞争的，都爱好和平，爱好美国，都希望维护美国的法治，都希望把美国推向进步的党。而现在，如果你把共和党指称为敌人，要求你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去打击共和党，而且是用打砸抢烧的行为，这就是对社会法治的破坏，对美国根本制度的破坏吗？如果说是把共和党消灭了，你民主党上台，你难道希望是安提法式的黑命贵的在美国到处的燃烧，把美国国旗架起来，用断头台然后把它燃烧的这么一个美国的民主社会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他仍然在耶路撒冷访问，那么也是他在访问的过程中，他通过连线参与了共和党的这个代表大会，再通过连线他发表了他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过程中，他明确表达，川普总统一定会让中共对病毒负起全部责任，停止中共无诚意执行的各种贸易谈判。
抓捕那些以外交官身份冒充的间谍，送他们去监狱，或者是把他们遣返回中国。I'm Mike Pompeo. I'm speaking to you from beautiful Jerusalem, looking out over the old city. I have a big job as Susan's husband and Nick's dad. Susan and Nick are more safe, and their freedom's more secure,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has put his America First vision into action. Indeed, the primary co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s ensuring that your family and mine are safe and enjoy the freedom to live, to work, to learn, and to worship as they choose. Delivering on this duty to keep us safe and our freedoms intact, this president has led bold initiatives in nearly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In China, he's pulled back the curtain on the predatory aggre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resident has he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covering up the China virus and allowing it to spread death and economic destruction in America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he will not rest until justice is done. He has ensur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pies posing as diplomats in America are jailed or sent back to China. And he has ended the ridiculously unfair trade arrangement with China that punched a hole in our economy. Those jobs are coming back home. 所以蓬佩奥他在这个连线访问中，他谈到了中国的问题，也谈到了朝鲜的问题。他认为朝鲜问题自川普总统接任以来是淡化了朝鲜他企图进行核武的这个热情，然后最终让朝鲜的统治者金正恩坐到了谈判桌上面。目前来讲，朝鲜虽然经常口头上有一些叫嚣，对美国有一些威胁，但是在实际行动上，朝鲜现在已经趋于平缓。In North Korea, the president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and against all odds got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to the table. No nuclear tests, no long-range missile tests, and Americans held captive in North Korea came home to their families, as did the precious remains of scores of heroes who fought in Korea. You know, as a soldier, I saw firsthand people desperate to flee to freedom. The way each of us can best ensure our freedoms is by electing leaders who don't just talk, but who deliver. 这都是川普总统对朝鲜、对中国执行的有效的政策，而中共现在因为给美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按照川普总统前2天讲的这个根据统计数字，而且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美国现在已经死亡了17万5千人。那么这么多人的死亡，可以讲川普总统是一定要中国负起全部责任来的。因此来讲，对中国的罪责将是川普总统第2个任期对中国所采取的一个最主要的、最具体的行动。这就是蓬佩奥他在耶路撒冷发表过来的这个连线的电视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也是阐明了美国政府未来的对中国的一个态度。所以说，我们从蓬佩奥的讲话也好，从第一夫人的讲话里面都可以看出，美国未来的国策，川普总统第2个任期他的施政纲领中对中国所采取的严正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期待着川普总统在11月3号的大选中能够获得连任，能够顺利的展开他的10大施政纲领，能够完成他打击中共、消灭中共他自己的这个愿望。可以讲，世界虽然被中共渗透得很厉害，全球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中共都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对他们进行渗透，但是民主国家在不断的醒来。就在礼拜天，加拿大联邦保守党选出了他们新的保守党的领袖，叫奥图尔。这个奥图尔已经成为下一届加拿大总理最有力的竞争者。他的施政纲领有不少是针对中国的，包括他提出限期30天之内要求中共必须释放康明凯和斯帕夫。如果中共在30天之内不执行，那么他就会出台对中国国家主席、中国人大委员长、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制裁的命令。同时，他会关闭中国的大使馆。也就是他在他的施政纲领里面明确写道，他如果能够当选加拿大的总理，成为执政党，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给中共30天时间，你把康明凯和斯帕夫给我放过来。如果你不放，那么中国的国家主席也就是习近平了，那么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也就逆战书了，还有中国最高法院的院长，毫无疑问来讲，指的就是周强了。也就是这几个人将会受到加拿大对他们个人进行的制裁，同时还会关闭中国驻加拿大的领事馆。如果是他这么去做，按照他的施政纲领去做，我相信作为一个在野党的领袖，他向人民做了承诺以后，他一旦获得了执政权，他是不会不兑现他的施政纲领的。那么当他兑现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讲，加拿大和美国就完全合拍了，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都
都会联手起来铲除中共以外交官身份混到美加的这些间谍，把这些外交官领事馆关闭。同时呢，他的这个尺度很大，因为加拿大首次直接提出制裁习近平、制裁逆战书。如果加拿大这么去做了，那么美国不会这样做，美国更会这样做。当美加都会制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毫无疑问来讲，共产党下面就等着灭亡，等到这个党被铲除啊。所以说，加拿大新任的这个保守党的领袖，他的这个施政纲领非常好。如果能再加上一条，冻结中共官员在加拿大的资产，小三情妇要么遣返，要么坐牢。如果加上这条，那就更有利了，因为在加拿大的中共大小官员，这些情妇小三和盗窃的各种国有资产存在加拿大的太多，加拿大动这些人的手是最容易、最方便的，而且是对中共可以讲打的是最疼的一招。就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耶路撒冷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他就在今天呢，也就是华盛顿时间8月26号发布了国务院的声明。这个声明呢，是针对近年来在中国南海开展人工岛礁建设的中国交通集团一共24家中国的央企国企呢，被美国国务院呢纳入制裁名单。那么这24家央企国企，他们被美国制裁，主要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中国在南海大规模的岛礁建设。同时呢，美国国务院还针对负责和参与中方在南海大规模填海建设和开展南海军事化参与的个人，无论你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美国国务院都会对你施加签证限制。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对中共在南海大规模岛礁建设里面的参与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国企央企的中国的建设集团，以及有一些海外的一些资金帮助注入的，或者是一些外国的掮客，这些人都受到美国国务院这一次新一轮的制裁和打击。那么美国国务院现在发布这个制裁令，它要表达一个什么呢？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现在大规模开展了一个什么外交斡旋，也就是王毅现在已经开始到达欧洲访问，他到欧洲呢将要访问欧洲5个国家，目前他已经到达了意大利，然后他还要去荷兰、去瑞典、去法国、去德国。那么美国出台这个制裁政策，就是针对王毅他现在出访，希望拉拢欧洲的国家能够赞同中国在南海他现在的这个岛礁建设，他在南海把南海军事化，他的这个企图呢，希望得到欧洲国家对他的支持。所以说，美国就在这个时候出台了什么？出台了对中国这一部分参加南中国海建设的，不管是中国的央企和国企，还是一些外国人的掮客，对这些人呢，都对他们进行制裁。那么王毅出访欧洲呢，他首站呢是到达了意大利。到意大利以后，意大利的外长呢是和他做了见面，他们也举行了一个访问期间两国外长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面，意大利这个外长呢，首先是谈到了香港的国安法，认为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完全是给予了破坏。Ho ribadito che insieme a tutti i nostri partner europei abbiamo sottolineato come la stabilità e la prosperità di Hong Kong sulla base del principio un paese, due sistemi siano essenziali e come sia altrettanto indispensabile preservare l'alto grado di autonomia e i diritti e le libertà fondamentali assicurate ai cittadini della regione amministrativa speciale. Seguiremo con molta attenzione i risvolti dell'introduzione della legge sulla sicurezza nazionale. 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弥补香港多年来没有安全法律的漏洞，是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港独势力和在香港的街头的暴恐行径。国安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中国将坚持一国两制。当然，王毅是给了辩解了。王毅意思，香港仍然是一国两制啊。那香港他不搞国安法是不行啊，因为香港有的人要搞港独，要把香港从国家分裂出去，这怎么能不打击呢？再说，香港有很多恐怖分子在香港街头制造大规模的骚乱啊。这是王毅他自己的解释。那么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香港街头制造大规模骚乱的恐怖分子是谁啊？那去年7月21号元朗的白衣人，他们不是街头制造大规模骚乱的首要的恐怖分子吗？你警方打击了吗？
那么现在警方抓捕的恰恰是香港民主派的议员，说他参与了元朗721的这个活动，明明是元朗721白衣人对市民无选择的袭击啊！所以说很多录像我们都看到啊。那么香港的一个警司，他在参加一个新闻记者发布会上面，还在为这种行为辩解，说是拍摄的记者是拍的单边，而且所有的现场双方是势均力敌。對於元朗衝突，社會上充斥咗許多片面、扭曲、誤導甚至虛假嘅信息，加上現場西鐵站有2個當時現場直播嘅片段，其中一個最先開始嘅片段，有人聲稱就係一直去到尾，其實唔係嘅，中間有停頓，睇唔到事實嘅全面嘅。另一個傳媒嘅記者幾分鐘之後亦都開始佢嘅直播。好不幸，大部分時間呢，鏡頭只係影向單邊行為，加上一啲旁述，令人誤會呢一個係所謂一個無差別襲擊。根據所有調查同埋西鐵站內閉路電視唔同角度嘅顯示呢，同埋好多市民上載嘅片段印證啊，我哋將事實還原，同埋要喺度澄清一啲無理嘅指控。喺呢件事件入邊，擾攘咗好多所謂咩警黑勾結嘅指控，根本就係子虛烏有，毫無事實根據。具體嘅例子呢，嘅衝突係包括互掟雜物，頭先有講嘅互掟一啲雜物，隔住欄杆去互相攻擊，用一啲消防喉同埋烈火筒去攻擊。當其時元朗呢一段時間嘅對峙，其實雙方勢均力敵，旗鼓相當。我就不知道这个元朗白衣人明明是黑社会，你是什么势均力敌？你跟香港市民势均力敌吗？就算香港市民不愿意忍受被白衣人的攻击，奋起反抗，那么你警方干什么呢？你要不要打击这个主动袭击别人的香港的这个元朗白衣人呢？所以这个警司，就香港的警察，现在完全是丧失了他们道德的底线。他们被中共统治以后，他们现在完全按照中共的这个口径，然后呢去欺骗世界，欺骗香港人民。到现在事情过去了1年多，香港元朗的白衣人没看你们抓到几个，没看你们怎么去处理香港白衣人的这个恐怖集团，倒是你们把民主派的议员，你们反而把他抓起来了。所以说，香港的堕落，它不仅仅是1国2制被中国从制度性上的破坏，最重要是什么？是香港的警察，他们现在已经丧失了一个做人、一个做警察的底线。他现在已经良莠不分了，他现在已经完全堕落成共产党的一个打手和走狗了。所以说，香港今天的这个变化，除了中共对香港本身制度性的破坏，也有相当一部分像香港警察、香港的一些政治人物，类似于前港手梁振英、现港手林郑月娥这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本身自己道德的堕落。所以说，对香港的法治的破坏，绝不仅仅是共产党在破坏，还有相当一批在香港帮助共产党为虎作伥的人。现在美国的打击就明摆的放在这儿。那么中国呢，现在可以讲日子很难过。习近平呢，最近呢，他召集了几个经济学者谈话。这个经济学者谈话，居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克强都没有资格参加啊！也就是习近平，他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他的智囊团，一共是9个所谓的经济学家来跟他习近平座谈中国的经济。给习近平提供这些意见的这9个所谓经济学家，基本上就是酒囊饭袋或者是御用学者。这个林毅夫居然排在第1个，林毅夫可以讲对经济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忽悠习近平。现在作为林毅夫一个台湾人，到中国大陆混了几10年以后，现在已经完全堕落成共产党的一个走狗。另外一个习近平他所供奉的一个座上宾，一个所谓经济学家、经济学者叫郑永年，是现在在新加坡访问的。这个郑永年就是曾经提出，去年在反送中运动中，只要共产党把香港的水断掉了，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就自然截止了。就是这样的酒囊饭袋，就是这样无耻的御用文人，就这些人给习近平提供他的所谓国策。
所以说有这些人你就放心了。习近平这个加速师不光他一个人在加速，他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帮助他加速。习近平离崩溃不会太远的。我们可以讲，现在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川普总统能够获得连任。在今年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他落幕之后，川普总统如果如期当选的话，我相信后面川普总统这个任期是习近平在加速，川普总统帮助他加速，然后把共产党加速送到坟墓里面去。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